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 Cloud 很红啊？它就是突然半路杀出位，就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些人就说 Cloud 很好用，就是什么快速写出软体啊，然后写文章什么都比 ChatGPT 好用。我想说真的还假的？因为 ChatGPT 有时候是真的蛮强的，所以我就$20学费给它砸下去 ，Take my money。所以到现在我已经使用2个礼拜了，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一些结论了。所以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用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3个 AI 的 PK 大赛，也就是目前市面上最夯的3位选手。第一个是 ChatGPT， 第二个就是 Cloud， 第3个就是 Gemini。这3个 AI 呢，我们来较量一下到底是谁比较厉害。那他们其实后面呢都有来头不小的金主爸爸，就大家应该稍微都有听到 ChatGPT 它的背后呢其实是微软还有苹果，那这 Cloud 背后是 Amazon， 那 Gemini 大家都知道是 Google 他们开发的，所以这个 AI 竞赛其实也就是各大科技公司他们的展现他们肌肉的时刻。那我先承认，其实我是没有在用 Gemini， 所以等一下测试也算是我真正第一次跟 Gemini 深度的交流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比较呢有3个阶段。那为了今天的 PK 大赛，我还制作了一个评分表，我们会分几个指标，那每个项目都会评分0到5分。第一个是文本能力与图片测试，里面呢会有5个子项目，第一个是问题理解，第二个是算术测试，第3个是写程式测试，第4个是命名测试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什么意思。那第5个是图片辨识测试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会算一个总分还有平均给大家看。那除了这5个项目之外，我们还会测试他们的搜寻功能。那这3个 AI 当中呢，只有 Cloud 是没有搜寻功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比较 ChatGPT 还有 Gemini 他们的搜寻准确度还有即时性的测试。那最后的最后还有 ChatGPT 独家的2个功能，也就是图像生成还有对话，就是目前独家啦，以后其他2个会不会新增就不知道了。那以上的几个项目我都会用付费版来测试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就来开始我们的 PK 大赛吧。那首先第一个呢，我们要来测试他们的问题理解还有回应的准确度。这一题呢，我要给他们一个任务，就是帮我翻译我的字幕稿。大家先看一下字幕稿的样子哦。那翻译这个字幕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任务，对不对？但它难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每一句前面都会有一个时间码，然后可能我一个句子会切成3个字。那这个时候要考验他们的地方，就是在于它的时态啊，还有句子的连贯性有没有畅通。因为如果你直翻的话，你有可能每一个字你都用单字去翻，那就是完全的不 OK。那我们现在呢，3个 AI 都已经各就各位了。那我问题已经答好了，我就直接给你们看。那我就这样子呢，3个 AI 一模一样的问题把它送出去。好，现在 ChatGPT 已经作答完毕，我发现它已经出现第一个错误了，就是我全部应该要有48句，它这边只有47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句子的畅通性哦。我的第一句是日本人都在排队的费南雪真的好吃吗？那这边写说 Japanese people are lining up for， 我觉得前面这3句我不能说它错，可是有一点怪怪的，所以这边呢，我觉得我会给它3颗星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Cloud 的回答，他说 The Japanese are all lining up for 费南雪。我觉得这个翻的也有一点怪，但至少它是顺畅的，就是它从1到3，它至少是一个句子，而且呢，它最后面总共有48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会给它4颗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Gemini 的回答，看起来是不错的，它的48行都有出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翻译，它其实翻的蛮不错的，但我觉得日本人都在排队有一点难直翻成英文，所以这翻译算 OK 啦。那 Gemini 呢，我给它4分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第2题我们要来测算术测试。那这个算术测试呢，我要给它算旅游费用，就是假设有2个人去旅游，他们的共同花费要如何结算。我就给他出了有一点难的题目，就是这些金额里面有一些是日币，然后有一些是台币。那我会要求他先把日币换算成台币之后呢，A、B 2个人各自加总之后算一个差额之后再除2，所以这其实是有一点复杂的任务哦。好 ，ChatGPT 我们给他任务，我都会新开视窗，避免前面的影响后面的回答。好 ，ChatGPT 已经出现答案了。那其实我已经算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2个人的差额是4620.02，分摊之后是2310.01。哦，正确答案。OK，100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Cloud。Cloud 算错了，怎么会算错 ？OK， 所以呢，我已经查到 Cloud 它是这个
第一个人的总计数字加错了，给他2分好了。那这个 Gemini 的答案是正确的，只是它没有多加解释，像是其他的 AI 详细的算式都会写出来，可是 Gemini 它就是只有一个程式表，就是一般人也看不太懂这样。虽然算对了，我会给它扣1颗星，就是稍微不贴心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算术的功能，我建议大家目前还是先不要用好了，因为它的正确率并不是100%，因为其实稍早我已经先测试过一遍了，那一次的结果是相反的，就是 Cloud 是算对，然后 ChatGPT 算错，然后之前用的经验也告诉我，就是不要相信他们。好，那下一题呢，我们要来写程式了。那写程式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3方对话的聊天室，因为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可以把2个 AI 都加到同一个聊天室的话，应该会非常好玩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要来写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式。那其实这边要给他们下怎样指令，我已经有稍微研究过了。因为要写这个程式，你要去官方找他们的 API， 然后要怎样把这个 API 交出来，它其实是有固定格式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其实我会给他们一些材料，像是这边这些呢，都是从官网上面抓下来的一些格式。然后呢，我也设定好就是要用怎样的界面。那我们就送出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式码。那我们在终端机这边执行，好，现在已经执行成功，我们就来用这个网站测试一下。这个是 ChatGPT 写出来的，我们进来了，然后我们来跟他讲话吧。好，错误。好，反正我现在已经试了大概2分钟，然后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不想耗太多时间在这上面。但是我之前测试过，我给它的材料，我确定是可以写出能够用的程式的，所以这边呢，我直接给 ChatGPT 一个2颗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Cloud 这边写的东西哦。好，执行成功，这是 Cloud 写的。哇，出问题。然后是什么问题？那我试了一阵子呢，我发现就是我一样的材料，有的时候它可以立刻就把这个软体生成出来，可是有的时候又要改非常多次，所以它是有一点蛮不稳定的。所以 Cloud 的部分我会给它3颗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Gemini 写的，这个是 Gemini 写的，哇！真的假的 ？Gemini 也一次写对耶。好，上面虽然有一些奇怪的字，但是它是真的有回复了。然后问他一些问题，好，问他2000年的美国总统是谁？比尔·克林顿。虽然说 Cloud 它里面有一些奇怪的格式，但是呢 ，Gemini 蛮令我惊艳的，就我没有想到它也是马上就可以抓到我要什么，所以这边我会给它4颗星。ChatGPT 复活赛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能用，好吧 ，ChatGPT 真的不行。那目前的状况呢，就是我靠的有曾经也是一次就成功，然后刚才 Gemini 就是第一次就成功，我之前完全没有测试哦，但是 Gemini 立刻就可以写出来正确的软体。当然，大家看它的界面其实就是偏简单啦，但是事后要去修改什么的，你当然都可以去精修。那我们之后呢，应该会再做另外一集，就是针对这个3方对答的程式，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写，还有做一些客制化的设计哦。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是非常阳春，而且我觉得写这个程式会还蛮好玩的，因为就是可以3方对话，然后一个 AI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AI 的回答，他们就可以吵架。其实 Gemini 我觉得应该要给他5分才对，因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测试过，然后他就立刻答对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来命名测试。那这个命名测试呢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想要创业，然后他竟然想了1整年都还想不到公司要叫什么名字。对，阿金，我就是在说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帮他选公司名称。就是以前要选名字都是要去算命，对不对？那2024年呢，就是要问 AI。然后呢，我还非常贴心的，就是先问他说你想要取怎样的名字，然后他就说他想要酷酷帅帅的名字，然后听起来是可靠的，然后他是做室内设计相关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就帮他下了一个问题。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，我先问他50个台湾知名设计公司的名字，就是先作为一个参考，等一下他才不会就是变得很发散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直接开问了。ChatGPT 这个真的不 OK， 真的不行。
我觉得 Cloud 还不错哦，有一点太 over。但是 Gemini 的还不错哎，在这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在用 Gemini 的，但是今天我觉得它有抓到我想要用中文命名的这一点，命名的逻辑我觉得比较像是用中文去找字，但是另外2个 Cloud 也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 Cloud 还可以再更强，但是 ChatGPT 这个应该是真的是用英文的逻辑去找设计的名字。我觉得 Gemini 又赢了 ，Gemini 我要给他5颗星 ，Cloud 也还不错，我要给他4颗星 ，ChatGPT 2颗。那这些答案我会贴给我的朋友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。我觉得潮型啊，然后我觉得沃图很不错哎，然后呢 ，Cloud 印竹蔡奇阿米啊，什么永恒瞬间，真的不行。再来第5个呢是辨识图片的测试，这一题呢前几天我就已经想好，就是呢不是有一个新闻是 Windows 全球大宕机吗？然后就出现了一张图片，就是这一张图片，这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巨大的球形萤幕，然后平常看它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看，可是因为这次 Windows 大宕机，它就出现了这个错误的画面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来测试看看这3个 AI 可不可以辨识出这个东西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这张图丢进去，我们就问他们这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 ChatGPT 呢用有搜寻功能的，看它有没有聪明到上网搜寻。好，来看一下 ChatGPT， 它有辨识出这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球状萤幕，厉害哦！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蛮强的了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去连接到最新的时事，他就说这有可能是搞笑啊，或是出错等。那我们来看 Cloud 就是完全没有 get 到它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萤幕，它有辨识出场景，可是它没有连接到真实的地标，那更不用说时事的部分了。那来看一下 Gemini 的回答。那 Gemini 呢也非常厉害，它有辨识出它就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球形萤幕。不过呢，也是都没有连接到时事啦。所以这一题我觉得，Gemini 还蛮强的，给它4颗星。ChatGPT 也有辨识出来，所以也给它4颗星。那 Cloud 的话呢，给它3颗星好了。好，那平均的部分呢，分别是3.2、3.2跟4.4，然后 ChatGPT 跟 Cloud 是同分 ，Gemini 最高分是4.4。这个真的不是业配，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深度的玩 Gemini， 但是我觉得它的能力比我想象中的好蛮多的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我要帮 Cloud 平反一下，就是我自己用了2个礼拜，我认真觉得 Cloud 比较聪明，就是比 ChatGPT 聪明，它比较听得懂我想要什么东西。ChatGPT 就是常常会差一点，就是它会有一点离题，但是 Cloud 现在没有搜寻功能，就是蛮可惜的啦。所以我现在的用法，其实我是会用 ChatGPT 去搜寻，然后可能再把答案丢到 Cloud 里面去处理，这些都是还没有用过 Gemini 的情况下。但是今天这个比较下来呢，我认真的觉得 Gemini 可以开始用了，而且包含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的这个搜寻测试呢，我觉得 Gemini 应该会蛮强的哦。那准确度呢，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搜寻一个问题，它可不可以给我正确的答案？那我们就来测一些我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事好了。那我决定最后的问题是上网搜寻川普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？其实这也跟即时性测试差不多啦。那我们就送出喽。好，他答对了，就是有一次刺杀未遂嘛。ChatGPT 答对了，然后再来是 Gemini。Gemini 说他目前没有办法回应关于选举和政治人物的问题，这样真的很不 OK 耶。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那我这次呢就不要触碰政治议题。我们问他最近微软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，这下就跟政治没有关系了吧 ？Gemini 有答对。ChatGPT 它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全球大宕机的相关新闻，但是 Gemini 是完全100%的答对了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 ChatGPT 的准确度测试我会给它，因为它第一题答对，但是第2题答错。那 Gemini 因为它没有办法搜寻政治的关系呢，我会给它4颗星。就是除了政治之外，它其实答的算是蛮准确的。那我们再来第2题即时性测试呢，我来问他这一周美国股市有什么大消息。我觉得 ChatGPT 的回答有点懒。你看 Gemini 给我这是什么？一大份，就是其实我对股市也没有到非常了解，可是至少它上面的东西有一些是我上个礼拜的确是有看到的，像政治不确定性啊，或者是 IT 全球故障。所以我觉得 ChatGPT 在糊弄我。房地产危机 Gemini 是完全没有提到哦，真的有房地产危机吗？这是什么？他给我这是什么？7月1号。
7月1号也不算是上周的新闻我觉得 ChatGPT 这题我会给它2颗星，Gemini 5颗星，好意外呀！哇，所以这样子看下来，其实 Gemini 是真的蛮强的因为我今天本来想说结论应该就是 Cloud 最强吧，因为我过去2周是真的觉得 Cloud 它的生成文章的能力啊，或者是它的问题理解的能力都比 ChatGPT 好，我以为它就是最强的，但是我因为没有在用 Gemini， 我不知道它其实是蛮厉害的哦。而且 Gemini 现在其实有1个月付费版免费试用，大家也可以去用看看。我真的没有收他们钱，而且我也没有就是想要 promote Gemini， 只是刚好有看到跟大家说。那我们现在呢来做最后一项，就是只有 ChatGPT 会的图像生成还有对话的部分。那图像生成呢，我有想到一个蛮好玩的用法，就是我们来帮刚才我们的设计师阿金设计一个 logo， 我们用一模一样的 prompt 来把它修改一下，这样子送出看看会怎样。这不是 logo 啊 ，Hello。OK， 我再试一次。哦，这不错哦。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公司的名称，可能没有办法做结合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张还算 OK 啦。阿金，你喜欢吗？可能就是事后也可以用 Photoshop 把它修一下这样子。那我们下一个测试呢，要来做对话测试。它现在是有对话功能的，我们之前都没有玩给大家看。Hello， 我现在在录影，跟大家 say hi 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很棒。我现在在做 ChatGPT 的对话测试，有没有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？嗨，大家，我是 ChatGPT， 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你们一起聊天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聊的主题，随时告诉我哦。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很自然，因为他会有一个呼吸声，而且他有时候讲话不是一句话讲到底，他会有一点停顿。今年会出 iPhone 第几代呢？今年会推出 iPhone 16，每年苹果都会在9月份左右发表新款 iPhone。让我们一起期待，看看今年会有什么新的功能和设计吧。今天有什么重大新闻？今天的重大新闻包括：一，美国和中国的高层会谈正在进行中，讨论经济和贸易议题。他就在那边乱掰，反正呢，它的搜寻功能可以当做是没有。那我们最后来帮 ChatGPT 做个评分，我觉得它的图像生成能力还算是蛮不错的。对话的话呢，我自己之前用过，我觉得可以给它4颗星。就是我觉得它在多语言辨识还有那个声音的自然度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。而且它讲话还会有 ABC 口语，但是是好听的。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目前的缺点，它没有办法调语速。然后它，例如说我现在用中文问它问题，然后可能它在教我日文，然后我讲日文的话，它有时候会辨识，没办法辨识。所以要说语言教学的话，目前还是有一点困难啦。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AI 大 PK 结论呢。结果呢，就是 Gemini 还蛮强的，而且 Gemini 之后也会开放图像生成，因为之前出了有点尴尬的错误嘛。那 ChatGPT 它的优点就是它有搜寻嘛，然后它也可以对话啊或图像生成，所以就算前面可能表现不是那么好，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优势。那至于 Cloud 我觉得就有一点尴尬，我觉得它写文章蛮强的，但我觉得不能搜寻真的是硬伤。那其他部分好像也没有比 Gemini 好，所以好像也没有一定要用 Cloud， 我自己是蛮喜欢用它来写文章的啦，但是我之后也会看看 Gemini 长期表现下来体验如何。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 AI 有颠覆你的认知吗？或者是你想要尝试某个 AI 又被我灭火了之类的。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也会好好体验 Gemini。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